许律师应该是睡了吧？他那边已经凌晨了。也是。那咱不等他了，没事。许律师不在，这不还有个刘律师呢吗？是吧？那咱接着昨天的话题聊。好。陈思思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用力过猛的。在我跟他说我是温香以后，他下巴突然猛地磕到玻璃杯上，眼睛都痛得开始闪泪花了，揉了好半天才说，不会是开玩笑吧什么的。还有，他被戳穿了以后满脸通红，拼命的用手扇风，这些动作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显得他很震惊，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太对劲。你的意思是，他都是演的？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摊牌，所以他那些夸张的动作，我觉得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好为自己的反应多争取一些时间。所以，我认为他还有后手。后手？会的，哪有那么多后手啊？你们这作家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可是他的那些行为确实让我……许律师，你怎么回国了？你不说律所见吗？这什么呀？陈思思的后手。这也太绿茶了吧！不好意思啊，有点激动。绿茶是，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不过我有个疑问啊，你们是怎么联系上写诗人的？我之前联系过他，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最多也就只愿意出一个声明。现在他居然能配合你们当卧底。我们是专业的律师，当然也要有一些专业的办法了，要不然你这代理费我们不是白拿了吗？那像陈思思这种故意上门挑衅，而且明里一套背后一套的人，请问两位专业的律师，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等会儿他要是问你接下来怎么办，你就说拉黑被告，出清。为什么？拿出点律师的专业精神来好吗？这种时候应该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我知道，你按我说的答就行了。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陈思思的话，直接给他拉黑也行。你小学生啊？现在证据都给你送上来了，当然是要协助当事人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这俩人的关系，对呀，对。刘律师有句话，我确实不应该说。不过你作为我们律所的合伙人，确实应该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办案能力和业务水平嘛。以你目前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来看，我建议还是由我来做主要对接。已经这么剑拔弩张了。好啊，好啊，好啊！刘律师，别往心里去。许怀颂啊，你个老狐狸啊！谢谢两位律师了。他的电话有吗？陈思思的吗？对。有。录音取证，会吗？你是说陈思思还不知道自己被写诗人出卖了？我可以假装不知情，向她套话。
不太会。许律师能教教我吗？如何有效地进行电话录音？我们要试图去引导对方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身份。我明白了，就是说不能跟他绕太长的时间，要尽快引他说出重点。没错，所以有信心吗？我大概了解他的心态，可以试试。啊，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那个点呢刚吃过午饭，脑供血少，他的反应力会下降，没准就不容易起疑心了。瑞月，那明天你吃完午饭以后，你的思考能力会不会也下降啊？别担心，刘律师，我可以提前吃饭。行。哎呦，一说到吃饭，咱是不是也应该把今天的晚饭吃了？都这个点了，不好意思啊，打扰到这么晚。要不我请你，还有许律师一起吃个晚饭吧。行啊。非常感谢这段时间许律师还有刘律师对我的关照。哎呀，瑞月，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啊，这我们应该做的嘛。不开车了，就不喝了。啊，那许律师你喝点别的。给你点一可乐。不健康。你好，帮我来一杯柠檬水，谢谢。好的。阮玉，怎么喝？也是，工作压力大，喝点养生的比较好。是。来，尝尝这个。认识啊？阮小姐，我提醒一下，未经他人允许擅自拍摄他人照片，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我不光要拍照，我还要抡拳头呢。啊？要帮忙吗？不用了，私事。你身上这款香水味道很不错。我是专门借您挑选的，您不觉得很符合你优雅的气质吗？是吗？这个香水是我陪你女朋友买的，我怎么不觉得它符合这位小姐的气质呢？阮玉，这么巧啊？是啊，无巧不成书嘛。要是不巧的话，我还看不到这一幕呢。你觉得那人是谁啊？你没听他刚才说吗？私事，肯定前男友啊。都前男友，有必要这么生气？没有爱，哪来的恨呢？也就是心里没放下。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跟我谈商务合作的林老板。这位是我是张川女朋友的闺蜜。林老板应该不知道张川有女朋友吧？不过也是，谈生意嘛，又不是谈恋爱，也不需要交代家底，是不是张川？对。想和我谈生意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我凭什么和你谈？阮玉，你真的误会我了。我误会什么？
什么情况啊？这谁啊？我女朋友闺蜜。管的有点太宽了吧？我们好好的合作，你给我搅黄了。你们那是正经谈合作吗？什么合作需要摸着他的手谈啊？摸下手怎么了？我摸一下你的手又怎么了？你干嘛？我就摸了，我就。你又是谁呀？我是他的律师。这位先生，我想我有必要提醒，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肢体行为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吃饭带个律师，什么大人物？别闹了，走吧，合作怎么办？没事吧？吃吧。不好意思啊，刚才因为一点私事耽误了我们吃饭的时间。哎呀，你这么说又见外了。没事，我们都吃得挺好，是吧，怀松？嗯。不过你好像要迟到了。啊？下个当事人的会面。对，哎呦，你看，得亏你提醒我一下，你不说我都忘了。阮月，我还有点事儿呢，我就不能送你了。让他送你。啊，不用麻烦了，我打车就可以了。哎，别打车，不安全，万一再碰着刚才那2个人呢？你。上车。去吧。那谢谢许律师。要不要告诉他？你如果需要法律帮助的话，可以说。哦，好。不过暂时还没到那个地步。许律师，你说，如果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在摸其他女人的手，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为他在劈腿？你确定那还是男朋友？当然确定了。于情可以，但于理，证据不足。这都摸上手了，还不能断定为他是在劈腿吗？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但你有和他分手的权利。我和他分手。嗯。许律师，你误会了，那个人是我闺蜜的男朋友。抱歉，是我理解错了。没事儿，我就是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照片发给他。这万一把照片发给他，结果是我误会了，那岂不是在惹事儿？可如果他真的是个渣男，在劈腿的话，如果他们真的相爱，不会因为你发了一张照片而分手。如果他们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就算你不发这张照片，他们这段感情也迟早会走到头。有道理。许律师，
你在感情方面还挺有见解跟经验的。许律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国外也会接一些离婚案，看得多了，经验自然就会多一些。这样啊。我说的也不一定对，你自己考虑考虑，再做决定吧。谢谢你啊，许律师。回想过去的画面，匆忙写下的句点，路过多少个日月，没有言语的离别，朦胧视线的边缘，风吹散过往的碎片，思绪弥漫眼前，凝结成云烟，随即无声飘远。记忆的每一篇，已泛黄的昨天，翻过枝叶，你却印在每个故事背面，不停在浮现。不好意思啊，许律师，我不小心睡着了。我们什么时候到的？刚到，正要叫你。谢谢你送我回来。不客气。那我先走了，许律师，你路上注意安全。嗯，再见。嗯。
炸鸡快到了，瑞玉也快到了，准备准备好了。这才11点，他不12点到吗？他怕错过最好的那个打电话的时间，所以说他提前1个小时出门了。怎么接电话呀？哎，你好，你好，问一下，那个志坤律师事务所是这儿吧？嗯，是的。这是那个叫什么许怀啥的外卖，这是？啊，您好。啊，请问是许怀送的外卖吗？好像是的。啊，那你给我，我给你带上去。啊，麻烦你了，谢谢啊。接电话。哎，许律师，你的外卖。快办，我没点外卖。这上面写了你的名字。那一定是送错了，我从来都不吃外卖。另外，我也没有国内的订餐软件。哦，哎，在这儿呢你。哟，阮月，你到了。你订的炸鸡呢？我给你买的可乐都送到楼下了，可乐配炸鸡绝配，兄弟。炸鸡呢？这儿。哎，你给拿上来的啊？那正好，咱一块儿吃。哥，别说，阮玉学姐现在可能已经不喜欢你了。就算还有点什么，她心里那个人也根本不是真的你。她连你爱吃炸鸡也不知道吧？哼哼，你要是摊牌了，她能接受真实的你吗？刘丽最近跟律所的同事组了一个减肥小组，谁要是点了外卖被别人发现了，就要在公司的群里发红包。不过没关系啊，刘丽，下次如果还想吃的话，还是可以以我的名义，我会帮你瞒着。但是我要提醒一下，炸鸡非常不健康，以后要少吃。行，好嘞，明白。那许律，你自律。当然，哎，好嘞，来，瑞玉，我给你倒点可乐吧。可乐配炸鸡，哎呀，完美。谢谢。许律，你也就别喝可乐了，可乐也不健康。真好吃。很香哦。明明，你想吃鸡腿吧？你吃。你刚不还说过能吃2个大鸡腿吗？我想吃黄瓜炒鸡蛋，我吃这个就行。鸡腿无所欲也，许怀颂亦无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鸡腿而取许怀颂者也。真不吃啊？不爱吃。那就归我了。我正好出门前也吃过饭了，现在也不饿。刘律师，你多吃点。哦，你也不吃？那蕊蕊，你把这个饮料喝了吧。香啊！许律师，你喝点饮料吧，这个应该是你爱喝的，也比较健康。谢谢。送亲一杯纯正黑咖啡，祝亲开启活力的一天。上回许律师喝咖啡也像喝可乐一样，不苦吗？习惯了。
徐律师，你喝的是什么呀？黑咖啡吗？我还是头一次见人喝黑咖啡喝这么大口的。习惯了。可有些事情啊，苦不苦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对吧，许律师？真好吃。那我打了。你好，我是阮玉，请问是岑思思吗？我是学姐，我存过你号码了。身份确认。你现在方便说话吗？方便的，你说。是这样的，本来和解的事情，我打算请律师和你谈，但我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先跟你聊一聊。其实前段时间有家影视公司跟我聊过版权改编的事儿。是这样的，他们希望我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件丑闻，否则的话，影视改编也会被搅黄。学姐，我这里信号不太好，要不我们还是当面聊吧。1点在南湖茶餐厅见，怎么样？离你家也挺近的。好，我们一会儿见。他好像有所警觉了，从这里去南湖餐厅大概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现在就过去吧，以免出岔子。你一个人能行吗？应该没问题吧？机会只有一次，我陪你去。录音笔，上推录音，下推保存。谢谢许律师。本来觉得打电话套话也没那么难，但是真要见面了，感觉心跳都加速了。做套眼保健操吧。啊？你小说里好像有写，看起来有用。对不起，签错了。签错了。那对的人是谁啊？渣男。小说嘛，都是骗人的。做眼保健操是骗人的，还是喜欢我是骗人的？眼保健操管什么用？
那天明明是骂了他100遍渣男，才成功冷静下来睡着的。舒姐，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你当面解释。思思，我考虑过了，和解没有问题。但是我现在的律师不只代表我的个人立场，还要为影视方考虑。为了不影响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他们要求你在道歉声明中承认自己不仅发布过污蔑我的长微博，也曾煽动水军攻击过我。我没有啊，学姐。啊，我也知道发这样的声明确实是挺难为人的。但影视制作公司的意思是和解不成就继续起诉。可是学姐，我真没要故意攻击你。我当时发那篇帖子的时候，是因为我真就是那么以为的。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温香啊。后来那篇帖子他自己发酵到那么高的热度，跟我真没关系，那就是网友自发的行为。思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的。你就算现在不承认，等之后调查起来也会被发现的。咱们呢，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你是我的师妹，我当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不好看。那学姐，你能不能先撤诉啊？你看你撤诉了以后，还是可以找律师把事情查清楚，咱们庭下和解，和和气气的，这样不是很好吗？啊，这倒也是个办法。可万一我撤诉了，有心怀不轨的人给我挂一个心虚的名头，再怂恿写诗人起诉我的话，那可怎么办？学姐，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如果对话陷入僵局，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思路，尝试换个话题带动他的情绪，让他放松警惕。思思，其实我最近过得特别不好。我知道，以现在的这种情况，别说影视版权卖不出去了，再这样下去，网站跟我解约也是分分钟的事儿。怎么会呢，学姐？你可是网站的摇钱树。现在作者一茬接一茬，很快的。等我被清河网踢出了局，别的网站肯定也不会再签约我了。学姐，你多虑了。就算真有那么一天，至少石灿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毕竟你当年在学校那么关照他，对吧？他现在那么忙，不会顾得上这种小事的。我本来还想，只要真的是你买的水军，有石灿这层关系在，至少我还可以求求你。那不然，学姐你就求求我呢？真的是你？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香是我？我说我不知道，你不也没信吗？你不是说
在大学的时候，是在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才有的文学梦吗？你未免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吧？从那时候就开始抄了吧？一篇抄袭的文，凭什么数据那么好？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见真相，就是没想到，学姐你也太不堪一击了。我不过就是买了那么一点儿水军，你就不行了？姐姐，对不起。抱歉啊，没看住孩子。没关系。我发现陈思思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是模仿你的。刚刚在想什么？许律师，幸好你刚才眼疾手快，不然我差点就露馅了。表现还不错。我的演技，是不是能上8点档啊？够糊弄外行的。意思他是内行，那我这演技在他面前，郑辉，一会儿你送一下阮小姐，记得把录音备份给她留律。好。许律师，你不回律所吗？对，我要去机场了。你是现在就要飞回美国啊？嗯。那你这一次是专程为了我的案子飞回来的？在阮小姐眼里，我是这么闲的人吗？还是多谢许律师今天陪我来取证了。你工作这么忙，多注意身体。开车注意安全啊！学姐，刚才是我情绪失控了，说了很多违心话。其实我没做那些事儿的。你还在南湖附近吗？这是反应过来被录音了，来找补了吧？不方便，还是之后法庭见吧。Come in. Hello? Hello, Mr. Shu. It's for you. Flowers for me. It's the flowers that you bought. And don't worry, the pay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 Can I help you move in? Sorry? No. Oh, what's the problem? I just really don't need them. And do me a favor, I sort them out. No need? Thank you. Okay, okay.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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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主人来电话了。喂，给你地址不是为了让你给我家里塞满东西的。什么东西啊？一盆非常丑的花。
哦，哎，丑吗？那花是阮玉特地买来感谢你的。我想来想去，给你房间里添点生机，不是也挺好的吗？而且 Sir, excuse me, sir. I'm sorry. Can you bring the flowers back to me? Why? Thank you. Okay, no why. Bye bye. Bye. 许怀总帮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没好好表示表示？当然表示啦。你看，我送了他花，刚牵手。你果然啊，写言情小说的人就是会玩浪漫。送的什么？是卡布奇诺还是蓝色妖姬？哦，卡罗拉也不错。长寿花，既能清热解毒，又能安神醒脑，还有助于睡眠。他经常国内国外的来回飞，就有助于他倒时差，很适合他。走实用路线啊，也未尝不可。那是只送了他一个人吗？哎，慢点啊，猫哥，慢点，没事没事，这不重。放哪儿，猫哥？放那儿。歇好这个酒，放那个角落上。那之前那个呢？谢谢。客气了，许律师。其他的资料我已经在整理了，到时候还要再麻烦你了。不用这么客气。谢谢姚丽蓉让我去趟公司，不知道又要发什么疯。感谢委托人阮小姐送的发财树。你刚在电话里说，而且什么？哦，我是说阮玉给整个律所都送了，也不好少你那一份嘛。解约？您的意思，我们现在要跟温香的新书解约？你知道这些日子有多少网友到我们的官博底下骂吗？说我们要出版抄袭的作品，不要脸。抄袭这件事，我们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写诗人本人出面澄清，剩下全都是苏成他在带节奏，他在污蔑温香。舆论爆炸的时候，真相还重要吗？当然重要啊！真相不重要，要法律做什么？这些舆论都是苏成恶意挑起来的，温香已经在起诉他了，网友马上就会知道真相。反正我明确的告诉你，3天之内，如果这场抄袭风波还不平息，我们就要终止和温香的一切出版合作。现在跟温香解约，就相当于站边苏成，这会给温香带来适可而止。我知道，你和他是同学，所以你向着他，但是你要搞清楚，给你开工资的是李文，不是温香。您要非说工资的话，当初我刚进立文的时候，公司什么资源都没给我。我看中的作者，但凡有一点起色，就会被别的编辑挖走。是温香，他把大家都看好的小说给我做，100%的信任我。
他除了是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更是我事业上最好的伙伴。如果没有他，我在这行早就混不下去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做到这个位置，应该也有温香的功劳吧？像现在这么黑白不分、过河拆桥，以后谁还敢跟我们合作？沈明英，你最好谨言慎行一点，别让人当靶子。如果当靶子能挡在温香前面，这个靶子我当定了。录音证据在法庭上只能作为辅证，但之前的反调色盘对比可以证明小说的独创性表达。把这项工作继续做完。好的。徐律师，第13章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晚上我再整理一下。嗯。抱歉啊，我接个电话。哦。喂。在家。不排除是被告实施的报复行为。SG 的高层应该都最清楚，被告是有能力对炸弹实施远程操控的。那是警察的事情。好，那你们处理吧。抱歉啊。徐律师，你那边是不是太晚了？咖啡又白喝了？你刚刚说什么？哦，我是说你那太晚了，我们还方便继续谈吗？行吧。那就第14章。那就第14章，第3段。他原本并不喜欢毛茸茸的动物，直到那天路过艺术馆，看见他在草丛里投喂一只流浪猫。阳光、微风、青草地、猫，还有他，这些所有构成了一幅温柔到极致的画面，投落在他心间。从此后，如同爱屋及乌一般，他开始学着他的样子，去和学校里的每只猫说嗨，却始终没能对他说出那声嗨。许怀颂本来就喜欢猫，我为了粉红泡泡瞎改什么呢？这2句话还真是撞得一字不差。
许律师，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你塑造的人物心理是爱屋及乌，那对方并不是。啊？哦，我知道了，写诗人的男主是早就知道女主要路过艺术馆，刻意表现了这一出的，所以他不是什么爱屋及乌。是我先入为主了，我忘了他把男主改编成心机男了。心机是贬义词吧？不是，许律师，你别又误会我对这个男主有意见。我很理智、很冷静的在分析的。心机也算是个中性词吧。往好的说，说明这个男主很聪明嘛。你这咖啡烫不烫啊？你快给他擦擦吧，许律师。不烫。许律师，他多大了呀？有没有打完疫苗？他现在能洗澡了吗？疫苗都打过了，大概6个月左右。哦，行，那你还是帮他洗洗吧。这小猫咪舔到了残留的咖啡，可能会有危险的。案子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聊。怎么洗？你不会？这不是你的猫吗？那是谁寄养在它这的？怎么洗？你需要给它准备猫浴液，吸水毛巾，最好还有烘干机。然后把小猫放在澡盆或者洗脸池洗都行。需要用38到40度的温水。你要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你先把水温调一下，等会儿别用花洒直接淋它。然后呢，先把水放到澡盆，水位一定要稍微浅一点。它可能有点害怕，你动作稍微轻柔一点。现在应该怎么做？你可以左手捏住它的脖子，下手不要太重啊。然后呢？然后右手沾水，慢慢把它的脖子以下打湿，就可以给它上浴液了。你注意一下水，别呛了它。洗好了。哦，好，许律师，那你拿那个吸水毛巾给它擦一擦，再给它送到烘干箱里面，擦的时候轻一点，然后烘干机的声音也调小一些。
欢猫啊？真好。许律师，我还在这呢。哦，我吗？我要洗澡。许律师，那你帮我搬，不是，你把电脑搬出去呗。你不会光是你啊？哦，对，天哪，裸男！哇！许怀颂，干嘛？你干嘛？什么情况？我从人招来，快！我招来什么呀？他家猫把咖啡溅了他一身，他又不会给猫洗澡，他又溅了一身水的，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场景了。哎呦！哎，不对，有疑点。什么疑点？首先，他养猫；其次，他养猫不会给猫洗澡，所以会给猫洗澡的是谁？你是说，他家里还有别人？他有女朋友？也可能他平时就是带猫去宠物店洗了。不过你说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确实。他家明明有烘干机，家里应该是有人给猫洗澡的。再说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人又那么优秀，没有女朋友才不正常吧？哦，对，有正事儿我忘说了，好消息，你们网站官微可发声明了啊！说经过调查确认，写诗人承认自己不是原创，苏成对你的指控又没有证据，所以最终确认您就是清清白白的原创作者。我声明发给你了，你看看。刚刚都没注意。两位律师，这是千和网发的调查声明，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辅助证据？你是没看见我们主编那个嘴脸，昨天还在那儿一通突输出，跟个机关枪似的，结果今天呢，看到声明，态度180度大转变，变脸那个快呀！果然，能屈能伸的人才能做到那个位置。你又跟你主编吵架了？没有啊，我是据理力争，他无能狂怒罢了。辛苦姐妹为我挡子弹。没关系，你请我吃饭就好了。请你吃好多。好的。有了这个调查声明，诉讼的胜算会更大。不过陈思思被网站当众打了脸，估计又要安排水军带节奏了。小问题，既然捂不住别人的嘴，那我们就自己闭上眼啊，眼不见为净。还真是。是刚在眼前遮住了脸，就被刘律师给揭开了。这波是2换1啊！放弃了写诗人，打了苏成脸，就为保一个温香，可真舍得。谁更赚钱就保谁呗。不过要我说啊，温香这成绩也就是运气好，明明苏成写的更好。这个社会需要正义的发生，我还是无条件支持苏成。你很闲，还好啊。那就拿去重写。你这律师声明力度不够。我不要面子的嘛。声明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不能一针见血，就等于一败涂地。是当事人的权益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你行你来。刘律师，这回没开玩笑，你这工作真不够到位。
呀，是写的匆忙了点儿，一堆案子忙昏头了。刚才那些截图也忘过脑了。录音证据已经固定，可以跟被告正面开战。刚才的网站声明只是第一步，出现舆论反弹是正常现象，不用在意。后续还会发布律师声明，今天之内会彻底扭转舆论风向。这刘律师确实不太行啊，神经是够粗的。论靠谱，还得是许怀颂许律师，但是他好像是名草有主了，给你发消息这语气也太官方了。那我也再官方一点吧。好的，许律师，你和刘律师都辛苦了。收到。你记不记得以前你每次连载的时候，都有人来阴阳怪气，说苏城的文比你的好看多了。当时你还不以为意啊，说什么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说读者有选择和评论的自由。你现在看呢，那根本就不是真读者，那肯定是陈思的小号在那自导自演呢。是有可能。你说啊，你大学的时候到底怎么得罪他了，让他这么多年就死咬着你，给你添堵？我要是知道就好喽。你抢了奖学金了？抢了推荐名额？你该不会是抢他男人？也不对，你母胎单身没有男人。艾米，你说这事儿会不会跟李时灿有关呀？听他那天在商场提起李时灿的语气，好像是对他有意思啊。哦，不会他又针对你又模仿你，是把你当情敌了？我对李时灿又没那意思，他这种情况应该叫做假想敌。哦，精准。这么说，陈思思那天确实还特意提了一嘴咱们仨在文艺部的事儿，夹枪带棒。但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不至于记挂到现在吧？就是说呀，咱们跟他都800年没见了，人家现在是当红流量炸子鸡。大家好，我是李时灿，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我的直播间。直播刚开始啊，就发现我们的观看人数已经破100万了。看来我们今天的福利啊，对大家很有吸引力。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给我们的灿星们发福利，跟时灿玩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李时灿当了大明星也没什么架子啊，还跟粉丝玩真心话大冒险呢。既然大家想看，那我们今天就一起玩吧。好，那你敢不敢接受挑战呢？当然。这律师声明才刚发出去，营销号的道歉声明就来了。之前被陈思思买通那些水军也都熄火歇菜了。许怀颂有点东西啊。我们主编今天还跟我说呢，说你现在形象好，让我催你赶紧更新，抓住这波热度。正话反话都让他说。吃吧吃吧。规则如下，就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出你希望时灿做的事情。如果被选中的话，时灿不仅会完成你的指定动作，而且还会附赠签名照1张。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叫做诗情画意的粉丝说，时灿的幸运数字是7，能不能给通讯录里的第7个联系人拨电话，说出后天早上老地方见8个字？哇，这个要求够狠的。那既然是灿星提的要求，我们的时灿应该不会拒绝吧？当然，今天的宗旨就是有求必应。手机给我。
我们来听听看，究竟是哪一位幸运粉丝宝宝？这游戏刺激啊！要是我就给我妈打电话，肯定不会出错。是啊，谁有你那么机灵呀？嘿嘿。我啊，应该不是吧？你这个电话显示也不是他名字，而且阮怎么都不可能通讯录第7啊。嗯，对啊。哎，你接不就知道了。喂。喂。好久不见，我是石灿。好久不见。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挺好的。那还住在之前的地方吗？嗯。我刚从国外回来，想找你叙叙旧。那我们后天早上老地方见。好。那回见，拜。这也太巧了吧！什么叫打瞌睡有人递枕头？你就见面啊，你问他陈思的事儿啊。哎呀，这评论区都炸了。怎么是个声音这么好听的妹子？灿灿，你们不可以老地方见啊！刚才是谁出的铁？出来我们一块好好疼疼你。你们啊，就会给我找事情。等下播以后呢，记得提醒我去跟人家道个歉，不然到时候把人家割了，就不好了。还是跟当年一样嘴巴甜，3-2句话就迂回澄清了，不会赴约，哄好这么多粉丝，真厉害。那他的意思就只是玩游戏，没打算约你啊？行，哎，那到时候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问问他陈思的事儿。这不太好吧？我跟他都这么长时间不联系了，上来就问这种事情也怪尴尬的。而且他也不知道我的笔名，肯定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今天就辛苦各位老师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啦！各位，13给大家准备了奶茶，在外边的休息区啊。今天辛苦大家了，谢谢谢谢。水杯带一下，好。老师们这边请，我带你们去领啊。辛苦了。13，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大概15分钟，然后换套衣服，跟我去下一个商务展。好。哎，结束了？别提了，累死了。小姐，这是给您的。我。13，非常完美。谢谢。
部长跟我说他有事出去了，换我去送花。部长八卦嘛？啊？之前有次你不在，他就开玩笑说过，你和李时灿，一个幕后的金牌编剧，一个台前的男主角，正好内部消化一下。刚才你看李时灿啊，看的眼睛都直，他肯定想撮合你。不是，我刚才好了，跟亲闺蜜就不用解释了。我能不知道吗？景是旧时景，人非眼前人。你刚才哪儿看的是李时灿啊？是触景生情，又想起徐某人了吧？徐某人才是你的男主角吧？据说苏成是温香3次元里的学妹，因为现实纠纷才处处针对她。蹲个真相，爱的温香。我就说，之前写诗人都澄清明白，也道歉了，苏成这个第三方怎么还上蹿下跳的泼温香脏水？原来是3次元纠纷。细思极恐。哎，苏成哪个学校的？求神吧。怎么还人肉上了呀？别被当枪使了，看不出这波操作是专业的公关团队吗？温香背后有人呢。网络是网络弊，我才不会做这种事呢。哎，风向变得这么快，没有人觉得有猫腻吗？许律师，你看微博了吗？刘律师，你看微博了吗？看了。这事儿是律所做的吗？啊，不是啊。那会是谁？不清楚，但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不是我们的解决方式。不过，被告确实可能以为这事儿是咱们做的。学姐，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咱们比比谁更下作吧。你对我客气过吗？曝光的事儿不是我和我律师做的。不排除是被告实施的报复行为。SG 的高层应该都最清楚，被告是有能力对炸弹实施远程操控。国内的治安环境这么好，陈思思就算想报复，应该也搞不了什么大动作吧。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 ，SG 因莫须有的侵权事件遭到同行起诉，受丑闻波及，股价暴跌，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雪英作为加州律师界颇有名望的律师，接手了这个案子，却在开庭前2天突发脑梗，抢救过来后被诊断为脑血管性痴呆。Sue is currently unconscious.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our case? Huh? This is the most critical time, and someone need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You understand? If no one is responsible, I will sue your firm. Just bear with me. I don't want to bear with you. Mr. Robinson, now I'm on it. 最后，许英的儿子许怀颂站了出来，称自己之前跟随父亲学习，从头到尾接触了整个案子，可以来负责。
案子再拖下去，股市情况将持续恶化。董事会在最后关头选择了许怀松，没抱太大希望，毕竟林正焕军师是大忌。但结果是 ，SG 胜诉了，许怀松凭一己之力，帮助 SG 起死回生。